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这一次的路线是苗栗山海关100K 自行车挑战赛，起终点在苗栗铜锣客家大院，15公顷的桐花公园，1秒到日本的怀旧街道，到处都是桃太郎主题。这段路线从一开始就是缓上缓下，正好当作暖身。沿路经过一些宁静的安息之地，带着一丝敬意，再前往挑战今天的100K。看来我早上的决定是对的。我记得看气象的时候，他就说苗栗铜锣这边降雨几率大概只有10%，然后呢，早上新竹那边会下雨，还真的给我飘雨，沿路就这样子飘细雨。到了苗栗还在飘，一直到现在开齐了，地完全是干的，我就可以拿出我的 Pocket 3拍摄了，真是太完美了。经过这社区，左边出现了兴隆实验小学，接着看到基隆派出所，就要开始注意骑行了。这边正在进行道路拓宽工程，目前是从基隆派出所开始到玉林桥，670公尺受影响。如果下雨，这旁边的泥土也难免湿滑，经过这里要特别小心。好了，通过了。哦，刚在那边修路，不小心滑了一下，还有没跌倒。哦，等一下，这里还有施工路段，再次经过一些宁静的安息之地。过了前方这玉林桥，工程路段就结束了。119这段骑起来真不错，环大苗栗走台13线，这边就是清幽，少了车流的喧嚣。早啊，早啊！莫内秘密花园，不用机票，不用出国，西式、日式、南洋风、地中海风、摩洛哥风，任你拍。一看到那个莫内，就开始要准备上坡。刚看了一下，大概5%哦。接下来这弯注意，当你看见右方有一条小岔路，这地方来了台游览车，我赶紧退回刚那岔路等待。这发夹弯不容易，游览车搞了一阵子，等待是小事，就怕没注意到。没想到这个坡还没有结束。快接近坡顶时，坡度大约10%、12%。铜锣乡和三义乡的分界线，谢谢光临铜锣乡。下滑来到三义喽。自从上次去骑环法日月潭路线后，我渐渐体会出，通常坡顶就会是2个行政区的分界处。还没看过我环法日月潭路线的，可以在我的频道看一下之前的影片哦，保证很好找。因为频道目前才刚迈入第11支影片。Hello。右边这是双潭休闲农业区，环大苗栗没有骑进来。这里还有 U-Bike 可以租借。左方这广场融入萤火龙在地特色。双潭双11广场不是双11购物节啦，是因为这里的门牌是111之1啦。130县道又叫大通公路，网络上一查，竟然还有人称呼它为中部罗马公路。怎么可以形容的这么贴切？沿途群山环绕，宛如置身世外桃源。山板礁休闲农场，原来在这里啊！5年前，爸妈随游览车来这里旅游，看这些长辈们认真专注的模样，在彩绘脸谱。那迷你脸谱对他们来说是考眼力吧？
让我们继续前往江麻园。130县道最大不同的体验是，这段路非常容易起雾，雾气在山间缭绕，让整个景致更添一层梦幻气氛。右边就是环大苗栗路线，从圣心车站接过来的深水农路。接下来都是上坡的行程啦，大概5-6公里吧，加油！从冈纳圣心车站的岔路到江麻园大约5.8公里。反正这里就是一直爬坡，一直爬坡，可是不要想太多，看风景就对了。爬升384公尺，平均坡度为6.6%。Strava 上面显示最快的只要16分多就到了，女生最快的目前是21分多。我这观光组的就别问我几分啦，看风景，休闲期。现在就是要上江麻园，车友们都叫江麻园，叫它脚麻园，因为会一直陡上陡上，然后脚就麻啦。起雾了，起雾了，起雾了！我觉得我应该来开个车尾灯，比较安全一点。雾气越来越蒙蒙，仿佛日本忍者随时会现身。忍者从雾中跳出来，对我丢飞镖。但他可能也看不清我在哪儿，视线逐渐被白茫茫的雾气包围，仿佛整个世界都隐没在朦胧之中，只剩下脚下的车轮声陪伴着前行，能见度直线下降。江麻园可是有着深厚历史和文化的地方，地处海拔500到800公尺，得益于独特的地形、肥沃的土壤和适宜的气候，让这里成为种植生姜的天然宝地。早在清朝时期，勤奋的先民便开始在此耕作姜麻，客语发音“用妈”，生姜的意思。江麻园这名字就是这样来的。再次提醒，前灯后灯都开，安全第一。一想到这雾气就是姜麻发芽率高的原因之一，我更喜欢这一层朦胧美了。看风景看一看，不小心就上来了，开心开心。江麻园是第一补给站，接下来还有80公里，爬升650公尺等着你。来江麻园必喝这免费的姜茶，很多车友也都会在这里买姜回去哦。姜茶喝了，风景看了，这2张照片拍完，悲剧就来了。不知怎么搞的，我亲爱的 Pocket 3镜头就变成现在画面的样子，完全无法校正。江麻园下滑到台三线4公里长下坡，平均下滑坡度8.3%。天真的想用手机替代 Pocket 3，这画面能看吗？鲤鱼潭的前半部分就没有影片了，放上几张去年鲤鱼潭的照片。江麻园下滑后，在台三线右转，接下来就是7公里的下上地形。看 Strava 上的图示，这地方爬升加总大约100公尺，要有心理准备啊！这么美的风景，一定要再来补拍。2000 years later， 太开心了！说来也神奇 ，Pocket 3在我吃完午餐后，竟然莫名的复活了。环鲤鱼潭水库的制高点到了，接下来这一路就平平的，然后等一下就下滑了。太开心了！我的 Pocket 3又复活了啊！太棒了！在我联络客服的同时，想说开机看看，没想到竟然一切恢复正常。原来 Pocket 3和我们一样，很怕看医生，一听到要看医生就好了。不
不管怎么好的，本来消气沉沉的我，瞬间进入开心模式。从这地方进去鲤鱼潭，可以看全台唯一的巨齿燕一红道。网路搜寻一下，美照很多，保证让还没有来过的你瞬间很想过来瞧瞧。注意要步行进入哦。说着说着，我们就下滑到后池堰。后池堰主要的功能是把水库放下的水调节分配给鲤鱼潭村灌溉。远方那是鲤鱼潭拱桥，台东有绝美的3000台跨海渡桥，这里有彩虹般的鲤鱼潭拱桥，火车经过时一定格外梦幻。紧接着就来到国道1号下方，准备进入院里。越往海边的方向走，这风有够大的，而且都乱吹，一下子左边，一下子右边。哦，好恐怖！桥啊，好了，爬上来了。原来是为了过下面这个铁路啊。过了这座桥，就代表台一线快到啦。现在要一路北上，逆风了，超级无敌逆风！这风也太大了吧！逆风用力骑个平路段，18公里就来到了第2补给站。哦，这一路北上风超大，真的很大。对面那些人顺风，轻松踩就可以时速30、40公里以上了。反观时速20公里的我，慢慢推啊，瞬间变成鲑鱼，逆流而上。过了 7-Eleven 白沙屯门市，准备爬1.84公里，平均坡度4.68，又逆风，一直爬坡，一直爬坡，一直爬坡，不容易啊！哎，又逆风又爬坡，天哪，这什么速度啊！终于要下坡了！准备进入西湖市区，右转过来，准备到我们第3个补给点——游客服务中心，然后就快到了。今天一位 Pocket 3出状况，来到这里天色已晚，还要骑回新竹。苗栗山海关100K 最后13公里丘陵地形，总爬升200公尺就无法拍摄喽，北上回家喽。从天黑骑到天黑，啊！现在又逆风，慢慢骑吧。西湖，骑回新浦。